勞 A 連線沈毅，聊到一半突然接不下去了。沈毅罕見的沉默。這一次勞 A 連線沈毅，表面看似一次學術討論，但真正讓全網炸鍋的是那顆糖霜蘋果。勞 A 談糖霜蘋果到底觸碰了什麼？如果一個人平時在公眾輿論場所裡，什麼大風大浪都見過，什麼話術、什麼陷阱、什麼西方敘述都能拆，結果在一次連線裡卻突然接不下去話，你覺得是他說錯了，還是你第一次聽到了不該被听到的東西？這一次勞 A 連線沈毅，表面看似一次學術討論，但真正讓全網炸鍋的是那顆糖霜蘋果。不是罵人，不是情緒輸出，而是那種說得很輕、很冷、很平靜，卻讓你後背發涼的東西。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友记，我是大钊。我们得先把场景摆清楚，一邊是沈毅，國內研究國際政治、美國問題的老白兔，特點就一個字兒，穩如老狗，邏輯穩，話術穩，立場穩，屬於那種就算你挖坑，他也能把坑填平，再順手種點草。另一邊呢是勞 A， 沒錯，就是最近風靡全網的斬殺線的敘述者。這個人不按常理出牌，不講宏大敘事，不從制度優劣講起，而是直接從人、屍體、器官、底層、失蹤人口、灰色市場這些被主流敘事刻意模糊甚至消音的地方下手，然後關聯起來了。他說了一個詞兒，糖霜蘋果，什麼意思呢？外表是甜的，規則是合法的，敘事是文明的，但你咬進去的那一刻才發現裡面早就爛透了。這一下沈毅停頓了，不是反駁，不是質疑，而是那種我知道你說的是什麼，但我不能順着這個方向說下去。家人們，真正的分水嶺就在這兒。為什麼這些話不能接呢？我們要講一句很殘酷但很真實的話，不是因為這些東西是假的，而是因為它們是真的。禮記裡有句話，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有些東西一旦你承認它存在，整個敘事體系就會崩塌。勞 A 講的不是美國不好這種情緒化表達，而是一個更可怕的問題。如果一個社會能系統性的消化一批人，而且不留下統計，不留下名字，不留下責任，那它到底是在運行文明，還是在運行一台人肉處理器？這已經不是立場問題了，這是文明底線的問題。所以沈毅不能接，不是他不懂，是因為一旦順着這個邏輯走下去就會觸碰到一個無法被學術語言完全包裹的現實。這斬殺線到底可怕在哪？勞 A 反覆提到一個詞兒，斬殺線，很多人一聽就急了，你這是獵奇，你這就是極端個案，你這是情緒化的敘事。翻譯一下這套話術在孫子兵法裡叫避實擊虛，偷換概念。你說存在斬殺線，他回你沒有全民斬殺。問題是誰說是全民？好比一粒沙對沙漠來不算什麼，但落在一個人頭上就可能是一座大山。所謂斬殺線不是全體清除，而是當你跌破一個閾值，你就不再被系統計入成本。沒有醫保，沒有身份，沒有社保，沒有關係網，你活着的作用只是消耗資源，你死了只是庫存變化，這才是最讓人不寒而栗的地方。糖霜蘋果，為什麼這個比罵美國狠多了？你會發現勞 A 沒有罵，沒有情緒，甚至還很冷靜，這才是最狠，因為他不是在攻擊制度，而是在描述制度運行到極限的時候自然生成的副產品。就像管子裡那句話，倉廩實而知時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反過來想，當一個系統只追求效率、利潤、流動性，人自然就會當成變量，甚至原料。這顆糖霜蘋果甜在表面，自由、機會、夢想；苦在裡邊，你能不能撐過那條線？說到這兒就得收一收，不是因為不敢講，而是要講怎麼消化這類信息。第一，不要被獵奇兩個字嚇退。第二，獵奇是用來否定你情緒反應的工具，當你感到不適，恰恰說明你還保有人性。第三，區分結構性問題跟情緒性攻擊。勞 A 講的是結構，不是立場。你不同意結論可以，但你不能否認問題存在。這個勞 A 就可以講講鬼故事了，說你這個器官怎麼回事呢？就是前些年的新聞嘛，就是在那個
哥倫比亞那邊機場有10萬具屍體，就是這個我也在直播間講過，就是器官這個人體這個東西能多到什麼程度呢？就是有期貨市场，就屍體这個，对，就這個東西是有期貨市場，就是大宗商品嗎？它是，我的天！對呀，那你像那個哥倫比亞那個機場囤個10萬具屍體，那就是囤貨。那就是標準的囤貨。那個新聞，我現在不知道上哪找，就是那個我記得前些年是有的，就是哥倫比亞在它那個機场，我不知道现在還能不能搜到那个新聞，就是有10萬具屍體嘛，然後也不知道身份，不明身份的。很多時候在美國國內也是，就是這些東西都是可以流通的，他們可以流通，商品經濟就是那。是吧？它跟炒期貨沒有區別，它這玩意兒有波峰有波谷，就是波谷就囤一下，就是波峰了就再出貨，就是這種東西太多了。你要是說我們去處理一些屍體，就是很多時候它有一個什麼呢？很多時候它有一些什麼，就是一些屍體它沒有身份，社工庫裡面也沒有。名字也不知道，在美國用一個假名字，一問這是誰不認識，哪裡也不認識，黑戶。他來到美國，什麼是能證明他身份的東西也沒有，有的人也許會有白卡，有的人連白卡都沒有，那他死了，那就是死了。在那個社區裡面，警察來的都很慢，這是找到屍體的，還有找不到的，那你說都去哪了？這是警察就記錄一下就走掉了嗎？你都沒法查，在那種混亂的社區裡面，你想查什麼？查他的社會關係網，你查吧。幾乎每一個人這種底層來的潤人都是類似的。我甚至說一個更難聽的，就是現在還能在推特，就是或者是在叉上面發信息的那些潤人，他們算是幸運的。很多潤人實際上沒有走到那一步，就他還沒有來得及在推特上面大吹特吹美國，就已經到我手裡了。就是他甚至就是他都沒有熬到那一步，沒有熬到能在那兒發推的那一步，就直接第一關新手村的門就出來，就到你那兒去了，是吧？對，就這種人太多了，就是男女老少都有。那你說這些人，他在美國社會上存在過嗎？你要看統計數據，從來沒有存在過。消費是存在的，他在美國吃喝拉撒是存在的，創造經濟價值了，其他的沒有。他幾乎不，就是美國政府不承擔在他身上投入任何成本的問題，教育、醫療什麼這那的都沒有，純粹的就是來創造價值，然後死在路邊，或者是因為什麼原因死掉了。那在某些市場上就會出現一副新鮮的臟器，或者是新鮮的肉體。有人說這種器官臟器能配對嗎？是這樣，就是大家還是狹隘了。在美國這種魔幻的地方，包庇邪教的地方，為什麼大家覺得這個臟器或者器官只能去配型做醫療手術？不是的，這個器官有各式各樣的對用法。我們都是正經人，不知道器官太多的用法。我看到過有一個評論說，跟你連線那個老甄是不是看到啥不得了的東西了嗎？對。我看到知乎還什麼就還有一個評論說，他說他不清楚什麼情況，但是那個人當然那個答案是這樣寫，就是那個回復是這樣寫的。大概的意思是什麼呢？大概的意思就是說，他在這個跟你對話的時候描述的一些東西，跟他在就是到現在為止在藏區仍然屬於需要特殊介紹信才能看到的一些邪教的儀式當中的技術性細節是密切的聯繫，是能夠對應得上的。所以他就說，他就這兩種解釋，就是說，第一個，這個老兄跟他一樣在藏區幹了20-30年以上，就而且是深層的去做這方面的事情的，所以他會看到那些技術性的材料，那種東西在別的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可以看得見。第二種情況就是，當年有一些搞這種事情的人從西藏當年叛亂跑過去了，在那邊
續還在搞這樣的事兒，所以那套技巧就傳承下來了，所以被他看見了。有的，就是中國的一些很多糟粕，在美國幾乎是全套继承并且发扬光大的，就是全套继承，就是他们甚至有传承。概念，有个概念，有个概念就可以了。我们继续回到《经济学人》了。对，《经济学人》那邊是一個就是比較標準的，就是白色系的，就是白人，就是正卡的昂薩對待斬殺線的這種態度，或者說對於美國斬殺線的東西，就第一承認說我很脆弱，但沒那麼慘了。第二個就是說虛空話吧。什麼叫虛空話吧？他提了一個概念，說沒到全民斬殺。那我們啥時候說過全民斬殺？沒有啊。我們只是說在美國存在斬殺線，對不對？這是第一。第二，相比較你的貧困線，美國的貧困線大概是10%的貧困人口。我看到老 A 那個東西出來討論了以後，好像有個華爾街的這個一個技術搞技術人出來講，他就說他測算了一下。現在的這個貧困線畫得太低了，它是根據1963年的到1965年的物價和工資水平劃定的。根據現在的物價跟工資水平劃定，他認為要調一調，調一調之後多少呢？也沒過半，但是大概有將近40%的美國家庭是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是根據這調整以後的貧困線。那麼你就會發現其實比較符合我認知，這個數字比較符合認知。就是實際上就是簡單來說，根據他那個調法之後呢，那條愛麗絲線其實應該是新的貧困線，或者說比那個愛麗絲線稍微低一點的地方去畫一條貧困線，那差不多能夠覆蓋美國35%到40%的人口。那這經濟學人就說我們沒有全民斬殺，這個就是跟這個西方的進行哲學社會科學辯論的時候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說他們的辯論技巧是我絕不接受你的概念。你看你在跟我辯論斬殺線，對不對？但是我從第一句話就把你的命題給偷換掉了。我的命題是說美國存在斬殺線，他說你胡說，美國不存在全民斬殺線。我啥時候說過美國存在全民斬殺線啊？我沒說過。所以這就是歐美哲學社會科學的一個，當時經濟學不好意思，就是學經濟學的人都會學過一個東西，那就是說經濟學的特點是什麼？他說有一個物理學家，有一個化學家，有一個經濟學家在沙漠裡面被困在裡面了。然後呢，他們面前有一個罐頭，他們要討論怎麼把這個罐頭打開。然後物理學家就說：“你給我一些工具，我通過一些物理變化的方式把這個罐子給打開。”化學家說：“你給我一些化學材料，我通過一些化學變化的方式把這個罐子給打開。”然後輪到經濟學家，經濟學家說：“假如這個罐子上假如這個罐子上放了一把開罐器。”別人說廢話，他沒有。他說對，這就是經濟學的特點。我從一個我的假設出發，然後編一套故事給你。就西方經濟學呢，就是幹這個事情的。他的目的就是告訴你說，美國是有問題，但是沒有全民斬殺。廢話，他從一上來就把焦點轉掉。為什麼轉掉焦點？就是老 A 剛才講的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的關係。實事求是的講，我不是反制啊。實事求是的講，所有的深度研究它一定是理性的，只要理性，它對於具體事實一定有抽離。因為你不抽離的話，你看不到整個系統的全貌。你一定要做統計，你要做大樣本的，這個東西你沒辦法，它必須轉化成冰冷的統計數據。但是所有的研究都需要出發點，出發點一定是什麼？出發點一定是感性認識。這就是老 A 把這個用斬殺線這個詞結合他講的，包括剛剛又講了鬼故事，糖霜蘋果這種鬼故事，把這個你不能拒絕，你無法回避，一定會引發人的正常心理和情感反應的真實的個案，你看到了，你才有一個正式的正確的立足點。說白了就是你為誰服務的問題。那這個就是換以前的話叫做你的階級屬性的問題，你的階級立場的問題，就你立在哪兒，這個問題就出來了。你在歐美斬殺線和所有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很簡單，站在上面。什麼叫站在上面？斬殺線對於我整個這個資本的機制，有人在講美國是不是因為有斬殺線所以他這麼強？資本的
市場競爭、弱肉強食在最底層民众當中落下來，那個人說那句話特別適合。時代的一粒沙落到一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對，壓死人啊，是會壓死人。就老爺講的就是這個人是怎麼被這座山、被這一粒沙、被山的一粒沙壓死的。你站在華爾街可不就是一粒沙嗎？甚至連一粒沙都不是。但是他就是站在華爾街說，你看很正常，有這個東西，下面的人都知道拼死往前跑，那不挺好？然後可以幫助我把利潤最大化。來，你們幫我論證這套東西的存在是合理的。沒有人做過具體的個案的性的研究，就像他說的那些糖霜蘋果這種事情，甚至他們在哲學社會科學裡面還專門發明了一個概念，用來描述這種現象，以確保萬一有一個個案突破出來的時候，我怎麼对它進行合理化的解釋。他說老 A 獵奇，他說老 A 獵奇，什麼叫獵奇？獵奇就是你專門找那些犄角旮旯裡的極端個案，就來講鬼故事嚇唬人，所以潛台詞是你的結論一定是錯的。老 A 把這個斩杀性的事情捅出來了以後，不管是媒體還是被歐美的這個知識體系訓練過來的人群當中，已經把他的那套整體性的防護機制全用出来了。這說明什麼？證明他被動到底線了。什麼底線？他很清楚，作為人類，只要看到斩殺線落在那些個案上的真實表現，沒有一個人能在情感上保持無動於衷。那各位，你想過沒有？對於這個斩殺線，不是有人講了嗎？為什麼美國沒錯，美國內部不動，美國外面那些群體，就是針對對外的這部分東西動得很兇，因為它這個機制要存續下去，它得源源不斷的從外面吸收新鮮的原料進來。對的。老 A 的貢獻是什麼？老 A 的貢獻是在原料的部分開始源頭切斷。老 A 告訴大家，那邊你看到那個亮點，背後是一張安康魚的大嘴，前面是一個诱餌，你還要不要去？那当然，對那些已經進入到捕殺區的他無所謂了，那他還沒過來的那個就急了。更何況有人不是講嗎？留學中介相當一部分的各種各樣的中介，現在恨你入骨的，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但那幫人的財路是什麼？那幫人的財路就是為斬殺線提供新鮮的高大原料，然後從中間，就它變成了斬殺線的一部分，它可以分食，對吧？就把獵物移過去，移過去之後，在獵物被绞殺的過程中，他們可以分到一些殘渣和血水，他們就活得很好了。那這些人看你老 A 當然不爽了，对，所以未來我覺得，我的建議刚才。就來認認真真把自己所見所聞，就是以故事集的形式，你就寫一本美國鬼故事，叫美國版的聊齋，講提名美國版的聊齋的名字叫西雅圖老 A 的美國聊齋，就叫斬殺線。然後你寫，你不用，我剛才講了，你不用寫很長，每個故事1-2千字，2-3千字。而在出版法允許的範圍之內，寫的細節一點。你像你剛才那種坐牢的就不要寫了，剛才那個糖霜蘋果出來1000%被幹掉了，放哪兒都被幹掉。可以潤色一下，就是適當規避一下，應該是 OK 的。就我剛從，如果是我單從看新聞就是的這個角度來看，因為《經濟學人》跟《紐約時報》這2篇我都有仔細去看過。稍微我說一下，雖然說這2篇都是有洗地的成分，但是不得不實話實說，《經濟學人》他好歹給你一些數據，但是《紐約時報》那篇，我建議大家真的都去看一下，那篇真的是他的標題叫做什麼？他的關注點是什麼？他的關注點是美國有沒有問題？不知道，但是是一直在被中國炒作，成為了情緒性、政治性的一個表達，而不僅僅是社會經濟的一種現象。就是他完全沒有任何的，就像老 A 還給你提供一些數據啊，這個《經濟學人》還給你圖表啊，《經濟學人》畫的可多了啊，那篇文章啊，但是《紐約時報》完全沒有。這個就是大家可以稍微再從主流的一些媒體報道當中，可以去看看他的一些記者，他的一些角度究竟夾帶了哪一些的私貨，這個是我們需要作為觀察者的角度去仔細甄別的。剛剛老 A 跟這個老師啊有講到，就是說
這些是底層人民或者是美国普通人民的一些感知，然后被我们所感知到了，我们自然的流露出了这种不信任也好，因为就是我们还是过得太好了，还是把美国想得太好了，所以我们就来具体的说一下一些案例跟美国正在上演的一些事情，请老 A 呢是以美国这种觀察者的角度來稍微幫我們來做一下分析哈。對，觀察者叫我 Alex 就好。Alex 叫 Alex， 拍你點好是吧？怪的不是。這名字好像叫我被他打，叫行，有點繃不住。拍你點好，拍你點好。